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股与人生笔记频道。7月28日美股收盘，今天标普500指数上涨了0.21%，但我的美股账号跌幅为0.86%。从上周四至今的4个交易日，我的持仓已经下跌了有近20万美元。这4个交易日持仓下跌的主因是 AI 和半导体板块持续承压，大科技公司财报暴雷。具体到我的持仓股票和基金上 ，AMD、SOXX、特斯拉和 Google 为跌幅榜的前4。简单说，这几天不是整个市场在跌，而是科技股，尤其是半导体在跌。近期软件股的表现明显好于半导体股票，市场出现了跷跷板式的一种资金轮动行情。以上情况应该如何应对，以及作为本季最重磅的一个财报周，需要关注的重点股票和操作计划以及相关点位，会在本期的视频中和大家进行讨论。首先说下上周四至今的操作，我清仓了年底到期的 SOXX Put 合约，因为半导体板块持续下跌，趁机获利离场，并持现金等待财报后可能出现的一个加仓机会。这是执行了原本的操作计划。在过去的1个月时间里，我一直是在逢高减仓半导体股票和加仓软件股，以及买入了一些有分红、估值跌到了合理区间的其他板块的龙头股票，以平衡因今年半导体股价快速上涨而膨胀的一个半导体仓位，对冲相关风险。相关操作在之前的视频中都有介绍。但即使是平衡过后，我的半导体仓位依然占了总持仓的近1/3，这也就是这4个交易日20万美金亏损的主要原因。因为盈亏同源嘛，俗语是不要只见贼吃肉，不见贼挨打。这4天呢，就是我挨打的4天。所以作为一个长期投资者，我会在适当合理的根据估值去调整仓位，规避风险，但却不会在短期内因去预测股价去进行大幅的买进和卖出。我美股投资的持仓逻辑、核心逻辑，其实简单讲就是6个字：长持、增长和复利。所以这种程度的资金回撤，在我心里是有预期而且可以承受的。但是作为一个普通人，面临大幅的波动和亏损，也肯定会有负面情绪，只能尽量去调整心态，积极面对。所以出来做下视频，和大家做下沟通，也是解压的一种方式。如果大家有同样的感觉，请帮忙顺手给视频点个赞。按照我的习惯，既然在估值高位的时候已经做了计划中的对应减仓，就不会在板块快速下跌的时候，因为恐慌去做进一步的减仓或清仓的操作。所以接下来我会继续观察，等待市场出现的因极度的情绪而带来的一个投资机会。再说下本周很重要的涉及我持仓股票的3个财报，分别是周三盘后的微软和 Meta， 以及周四盘后的亚马逊。我个人是不喜欢赌财报的，一般不会预测财报结果，然后提前去做买入或卖出的动作，而会在等待财报公布后，根据内容和股价变动情况，分期后再做出加减仓的一个判断。目前这3家公司的估值情况，首先看微软。目前微软的前瞻市盈率大概是在20倍左右，市场预期未来1年的盈利增长大约是在13%到15%。对我来说，像微软这种大型科技公司，在这样的增长预期下，对应20倍左右的 forward PE，我认为是属于比较合理，也具有长期投资价值的一个估值区间。如果公司的基本面没有变，只是在财报后因为某些市场情绪导致股价出现较大回调，我会考虑在$360以下位置进行加仓。再来看一下 Meta， 目前 Meta 的前瞻市盈率大约是在18到20倍，市场预计未来1年的盈利增长是在12%到15%。
对于一家拥有全球最强广告平台之一，同时积极布局 AI 的高质量科技公司来说，这样的估值同样处于一个比较合理的区间。同样，如果公司的长期竞争优势没有改变，只是因为市场对财报过度反应，导致股价大幅回落，我会考虑在$450到$550区间进行分批加仓。最后，来看一下亚马逊。亚马逊目前的前瞻市盈率大约是在28倍左右，这个市盈率是高于微软和 Meta 的。不过，市场预计未来一年的盈利增长大概是在15%到20%，增长预期也相对更高。综合来看，我认为目前亚马逊的估值仍然处于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，而且对于我个人来说，我是非常喜欢亚马逊这家公司的。如果财报后市场因为短期情绪出现较大的下跌，我会在$170到$190的位置进行加仓。如果以上3家公司在财报后出现上涨，我会持有现在的仓位，暂时没有任何逢高卖出的计划。以上是本周重点关注的股票和相关的一个操作计划，具体的情况会在财报实际公布后再和大家进行进一步的沟通交流。谢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